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佛历12月上14，万象晴，22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4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2.21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86 基普，跌幅 0.28%。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012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92.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47 点，涨幅 0.04%。开盘 1261.65 点，最高 1294.71 点，最低 1261.65 点。成交量50万4700股，成交金额104万1137 5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900基普。交易量21万51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联合发展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000基普，交易额5亿7256万5000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2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8万基普，跌幅 0.4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2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0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7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交通运输部部长视察太老铁路万象站。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列格莱西维莱于11月1日率团考察老挝国家铁路公司和老中铁路公司，部长一行实地视察了坎萨尔火车站、老泰联运列车、万象南货运站及周边设施。部长强调，铁路是政府将老挝从内陆国转变为区域联通枢纽的战略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和 GDP 发展至关重要。他要求管理层必须确保客货运输安全，保障企业盈利和纳税，并根据政策减少不必要开支，建立独立自主经济。2. 公安部副部长视察阅兵训练。11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李冯劳利率团前往人民保安学院进行考察，对并公安部队方队的阅兵式训练进行了视察和跟进。该方队是为了参加即将举行的老挝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而进行训练的。训练自4月底开始。人民保安学院有4个方队参与训练，分别是军官方队、机动防卫方队、中央防卫方队和女子交通警察方队。3. 乌通彭县隆重举办2025年度赛龙舟比赛。今日，乌通彭县在乌多米赛村水库成功举办了为期2天的年度传统赛龙舟比赛，赛事吸引了本县及周边民众观赛助威。县长坡赛因塔厄萨指出，举办龙舟节旨在保护传统，弘扬团结，更重要的是吸引旅游和贸易投资，推动经济发展。比赛设有普通组16队和领导组4队，奖金最高达200万基普。最终，普通组冠军由穆达扎轮用龙舟队夺得，领导组冠军由县军事指挥部龙舟队获得。4. 沙湾拿吉省阿苏彭县医院佛僧病房正式启用。11月2日，沙湾拿吉省阿苏彭县医院举行了新建佛僧病房的启用仪式，省佛教联谊会主席潘苏潘托大长老和县领导出席。县公共卫生办报告显示，该病房是温通赛波坎法师领导募集善款，旨在发展家乡的项目。病房于2022年3月动工，耗资 7.78 亿基普，于2025年6月竣工。建筑为单层结构，配备了8间卧室，并提供了31张病床及一批医疗设备。仪式上，县领导向捐资的个人和团体颁发了嘉奖状，以示表彰。
5. 锰彭洪公安局拘留教育11名吸食卡痛液水的青少年。近日，万象省锰彭洪县公安局对11名聚集饮用卡痛液水的青少年进行了教育。锰彭洪县公安指挥部副指挥维来通兰阿派中校主持会议，家长和涉事青少年参加。维来通兰阿派中校警告了卡痛液对神经系统的危害，他强调，为解决毒品问题，警方必须专业的检查和处理重点目标人群。教育会旨在建立社会责任意识。随后，警方签订了教育笔录，并将青少年交由家长带回继续教育，确保他们改过自新。6. 毒瘾发作失去理智，弟弟持刀砍向亲姐姐。据华潘警方11月3日报告称，上月底华潘省警方带30岁的嫌疑人坎潘进行一桩案件重演。嫌疑人坎潘供认，他因长期吸毒盗窃家中财物，并屡次戒毒失败。案发于9月5日晚6点，当时坎潘因吸毒后情绪失控，2次催促正在织布的亲姐姐李女士去蒸饭，遭拒后勃然大怒，抓住姐姐衣领并辱骂，随后拿起生锈的砍刀砍向姐姐的颈部，造成轻伤。李女士呼救后，其丈夫赶来，坎潘逃跑，随后立即报警，警方将其逮捕。7. 万象市卫生团队在塔鸾节期间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万象市公共卫生厅的健康护理小组在塔鸾节期间提供免费紧急医疗服务。该小组由塞瑟塔、占塔布里、西萨塔纳和西阔达邦4个县的卫生办公室轮流组成。组长蒂布萨麦医生于11月3日表示，他们当日首次值班，服务时间为早8点至晚11点，主要为游客和商贩提供发烧、头痛、腹痛等紧急健康问题的免费检查和药物治疗。除了医疗服务，卫生部门还派出了食品药品检查团队，每天集中检查活动现场的食品安全，以确保食品安全。8. 跛脚省公安指挥部启动人口和住房普查工作。11月3日，跛脚省公安指挥部举行了人口和住房普查启动仪式，由跛脚省公安指挥部副指挥长南坎达拉冯上校主持。本次人口和住房普查工作每10年组织实施一次，普查对象包括所有在公安队伍中服役且常驻营地的军官和警察，中央和省级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尚未从公安队伍中退役的伤残和患病人员。本次普查将在11月3日至10日期间进行实地实施。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